自作主张。小人只是想为公子分忧。再有下次，躺在地上的那个人就是你。这毒可是好东西，每隔3日会发作一次，不致命，却会让人痛楚无比。等这边的事情都处理好了，再爬过来找本公子要解药。是，多谢公子。好了，闲话说完了，我们该说正事了。说是正事，其实也简单，就是这新的制盐方法，你们要还是不要？要，当然要。有了新的制盐方法，你们就可以节省下更多的人力物力，哪怕等食盐价格调整下来，你们也能有油水可捞。最主要的是，这盐别管放在哪儿，可都是顶好的东西。制造的多了，我们大周的百姓够用了，还能给销到外面去。反正有主子和大人在，这些事情都好办得很。当然了，这些都是后话。雪花盐还没有炼制出来，说什么都白搭。本公子，我等对主子和大人忠心耿耿，这方子可不能流落在旁人的手中啊。是啊，具体多少价格，还请公子示下。什么都要由我来定的话，那本公子岂不是要累死了？这方子的价值，但凡是有脑子的人都明白。接下来就看你们自己了。公子，您的意思是？你们有3日的时间考虑，然后写一个你们认为合理的价格，单独交到我手中。3日之后，我会告诉你们，究竟是谁能得到这张方子。当然了，你们一个人若是手中银钱不足的话，也可以找朋友联合竞价。主子将制盐方法交到我手上的时候，也曾给过一个底价。如果你们出的价格没有超过这个底价，本公子就要去其他的地方问一问别的盐商了。好了，时辰不早了，诸位也受了惊吓，都回去好生歇着吧。来人，送客。确定了是那只老狐狸？是，老爷放心，奴才等人没有绑送。好了，别把人打死了，把麻袋解开。下官见过副丞相，不知道丞相大人可还记得我？你是衢州知县，不错，正是下官。真是没想到啊，副丞相这样的贵人还能记得我一个小小的知县。3年前是本相提拔了你，让你补了衢州知县的缺，却没想到你是如此忘恩负义之人，还不可将本相放开。丞相大人的确是提拔了我，可这3年我也没少孝敬大人您吧？为什么出了事情之后，大人想都不想就要抛弃我们呢？你胡言乱语些什么呢？本相没工夫和你废话，赶紧将我放开！刑部尚书已经查到了衢州，你们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。别说呀，这副丞相的脸抽起来和别人的手感都不一样呢。真的吗？让我试试。你们怎么敢？我乃当朝臣，我们有利可图，你就是高高在上的丞相；我们成了亡命之徒，你不过就是砧板上的鱼肉，讨价还价的筹码。没错，老狐狸，你和太子从我们这里拿了多少好处了，你心知肚明。如今出了事儿了，你们要弃卒保帅，要把我们当成废旗给处理掉，这世上没有这般好事。反正我们没有了活路，临死之前能拉着你一起，也算是值了。你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还装呢？那姓甄的已经跟我们摊牌了。没错，太子就是要将我们献祭出去，当成他治理江南的功绩。他还派遣人暗中盗空了我们的仓库，那可是几百万两银子的食盐呐！什么姓甄的？你们到底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那个甄公子难道不是你的心腹？什么甄公子假公子的？我什么时候派遣了心腹过？你说的甄公子长什么样啊？面若皎月，身若萨星，是个世间罕见的神仙人物。卖花的？什么卖花的？他自称是你的心腹。蠢货，你们都被骗了！什么被骗啊？他可有拿出本相的信物？没有，不过他手中有新的制盐方法，而且他知道那20万两银砖的事情。愚不可及，愚不可及啊！哪有什么新的制盐方法？哪有什么心腹？那人说什么，你们就信什么？难道都不会动脑子自己想想的吗？可是，别可是了，赶紧把发生了什么事情仔仔细细的说清楚。这2人突然出现在了衢州，第2日就开始低价售卖食盐，我们前去理论质问，然后就被狠狠地抽了一顿。再之后，先声夺人，震慑住你们，之后又以新的制盐方法利诱，让你们冲昏头脑。再之后献祭王延生，表面上是为了你们好，实则是在你们之间撕开了一个突破口，顺利找到证据。你们这些蠢货都被骗了。
到底是什么人？难道是楚寒霄、慕云兰？别说这么恐怖的事！奉祀！你们这群蠢货，要想活命，赶紧给本相松绑！我怎么知道你和那个钟公子不是一伙的？那甄公子叫什么？你们对他深信不疑，却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，活该呀！真是活该！不是你给我们写信，让我们听从安排，先降低言价，而后选出一个人当替罪羊吗？还说你们已经打点好了门路，完全没有问题。那姓甄的是这样说的，我也没想到他最后会翻脸不认人呢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洗干净脖子等死吧。副丞相，是我们误会了您和太子殿下，可这都是怪那姓甄的太过于狡诈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你们手中可有证据牵扯到太子殿下？这并没有太过直接的证据。你们要清楚，太子殿下安安稳稳，你们才有机会活命。若是太子殿下倒了，那才是真正的天塌了，我们所有人都得死。3年前的事情你们还记得吗？自然记得。现在需要你们故技重施。副丞相，那可是韩王府的人呐！韩王府又如何？江南严正的遮羞布一旦揭开，你们全族都不够杀的。反正已经没有了活路，还怕什么？别说只是韩王的心腹了，便是楚寒霄和慕云兰本人也一样照杀不误。只要将他们全部留在江南，那么你们就还有一线生机。只要本相和太子安然无恙，就可以让你们改名换姓，再次重整旗鼓。你们怎么选？我们可以让3年前的事情重演，不过副丞相也该为这件事情出些力气了。就我们几个人，能调动的人手不多，一旦失败，丞相也没法向太子殿下交。我当然会帮助你们，但凭你们，本相也不放心。那就好，他们只是要将3年前的事故重演，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般对待薛家和李大人的。王爷、王妃，我们兵分2路，我带上假的证据来吸引他们，你们在暗中离开，返回上京。若按照你的方法来，恐怕你会命丧江南。草民不怕。为了保住你的性命，你每天服用的药丸价值1000金，你死了倒是容易，这些银钱谁来还我？王爷、王妃，二位可是想到了什么好主意？正愁抓不着那些个逃跑的盐商，如今他们要主动上门，自然是要好好的招待了。放出消息，5日后我们返回京城。要不返京的时候，你们2个偷偷的走吧。王妃放心，我们一定不会拖后腿的。行吧，不过记好了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你们比那些证据重要。王妃对我实在是太好了，她说我比证据重要。你说，王妃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可能是你欠她银子。是为知己者死，等帮薛家洗脱了冤屈，我一定会努力赚银子，回报王妃的。我要让王妃成为天下的首富，我要让这世上掉下来的每一个铜板都姓王。穆啊，王妃姓穆，都姓穆。拜这么久，也不知道八宝和周周想没想我吗？收拾完最后这批人，我们就可以回去见孩子们了。好，那就速战速决。除去那些讨厌的盐商，衢州这个地方还是极为适合养老的，哪怕是冬日里气候也比较温和。你喜欢，明年冬季再来，去其余地方也可以。越是往南，气候越是温和，到了百越，四季如夏。你可是堂堂王爷，能随意出京？你想来，我就犯个错，让父皇把我们贬过来，顺道还可以再查一查江南的官场。这个主意也不是不行。是衢州城的百姓。邢大人，这是百姓们在为我们送行吗？是。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灯火，本官也是第一次见到。万家灯火，每一缕光芒都代表了一户百姓的安然和祝福。能看到这样的场面，也不枉来这人间走上一遭啊！等明年冬天，你就好好想想怎么犯错吧。好，我顺便想想怎么说服父皇和母妃，让他们同意把八宝和周周一并带过来。这个问题有些难度啊，你得好好的想。还有一些时间，不急。江离，不用管我，你去押送犯人的船只上帮忙。我这边没事，那些人犯必须盯好了，可不能出现什么差错。主子，有人藏身于水底，正在凿船。下去，把人全部解决掉。云兰，云兰，王爷，您怎么样？王妃，快寻找王妃！
不能再等了，准备撤退。楚寒修，楚护卫，韩王，下官见过韩王殿下。韩王殿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不知道下官怎么得罪了韩王殿下，要被殿下这般殴打折辱？殿下如此失态，想来应该是发生了极为严重的事情吧？容下官提醒一句，我乃当朝丞相，百官之首，韩王殿下不分青红皂白，直接对我下这般重手，可想好了如何向天下官员交代？你鼓动江南的盐商，对本王行刺都不怕，本王杀你有什么好怕的？肆意残害朝廷命官，传扬出去，对韩王殿下的名声不利吧？消息想传扬，也得有人活着泄露出去才行。只要本王不想，就没人可以活着离开。何况3年前江南发生的案子，以及眼下江南严正这贪腐，本王已经查得清清楚楚。杀了你，天下百姓和朝廷官员还要称赞本王为民除害。那韩王殿下怎么不动手呢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让殿下不敢杀我？让下官猜猜，是那些证人被杀光了，还是搜集到的证据没了，亦或者两者皆有？本王想杀你，别说是太子了，即便是父皇也保不住。韩王殿下，你可想清楚了？皇上没有下令免官，那我就是朝廷的一品大员，你杀了我，自己也讨不到好果子吃。除了此处，你还在什么地方设了人手？韩王殿下不仅要谋杀朝廷命官，还要对我带来的人手赶尽杀绝吗？怎么没有看到韩王妃呢？他与殿下不是一直形影不离吗？难不成曲江水流太过湍急，一不小心把人给冲走了？给上京那边的人送信，不惜一切代价刺杀太子妃。楚寒萧，你敢？等等，不要一下杀了，先砍下一只手一只脚，送给副丞相当礼物。副理，本王的云岚若是有什么闪失，本王把你全家剁碎了喂狗。那是当朝太子妃，是未来的一国主母，你竟然敢对她下手，你这是犯上谋逆！犯上谋逆，你傅家人也配？韩王殿下，你想要什么，不妨直说。本王的王妃现在何处？我不知道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您问问其他的盐商，兴许是他们的人下的手。把他带回衢州，捆在府衙门口，然后将其包庇王盐商，开设暗娼馆，纵容盐商圈地，台下的罪责都写清楚，每天让人向百姓大声的宣读，任何人都可以前去对他进行报复。韩王殿下，下官知错，下官知错了，这一切都是副丞相指使下官做的。他还说了，别管甄公子是什么身份，他都照样刺杀不误。殿下，殿下饶命啊！暴殄天物，暴殄天物啊！小丫头啊，不要随便撒东西，伤到了老头子不要紧，要是伤到了外面的花花草草，那可就不好了。哎，老爷子，把我的锅还回来。这人参洁白如玉，已有了通透之象，至少500年份了，一片就足以给人吊命。你个小丫头直接炖汤，不怕补得流鼻血呀？哎，等等，不对，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啊！玉液琼浆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玉液琼浆？哇啊！好喝吗？好喝，再加点料更好喝。老头子，偷喝我的汤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暴殄天物的怪丫头，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尊老爱幼！你有本事放开我！放开你又如何？你看我跑不跑就完了。哎，等等，老头，你站住！小丫头，老头子今天告诉你，江湖险恶，不行就撤。老头子告诉你，姜还是老的辣，酒还是陈的香。怎么样，老头子的吭叽吭叽蜗牛爬爬乐效果如何？这可是我刚研究出来的毒药，你是第一个试用的，开不开心，高不高兴啊？果真是玉液琼浆啊，竟然有如此强大的温补效果，喝下去暖洋洋的，让人感觉身体都发烫了。臭老头，解药！你给我解药，我给你解药，我们两个握手言和，不打不相识，从此结为莫逆之交，怎么样啊？好。
你这都有点意思，有啥名字没啊？老头乐。咱们2个要诚实守信，我给你解药，你给我解药，大周人不骗大周人，好不好啊？可以。哼，被臭老头坑了。哈哈，你这个小姑娘生得真好看呐，小仙女一般。你这个小老头还是很有眼光的。你这小姑娘脸皮真像我，都是那么的厚啊！我收你当徒弟如何？不要。我告诉你，老头子那可是有宗门的，桃李遍天下，多少人哭着喊着抱我大腿，想让我收徒啊，我都没有理会。你当我亲传弟子，以后有苦你吃，有福我享，怎么样啊？老头，你要不要听听你说了什么呀？哎呀，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不过不要在意那么多细节，你给我当徒弟，以后等我死了，我就把宗门传给你，让你当宗主，可威风了。不用，我有师门了。那你叛出师门也下子吗？不行，我对师公爱得深沉，我怎么能背叛他呢？你师公是谁啊？我和他比一比，看看谁更厉害。老头子一把药粉下去，毒不死他。哼，我师公可是大名鼎鼎的鬼手医圣。鬼手医圣，那可是真正神仙般的人物，不是一般的臭老头能比的。也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啊。你不要胡说，我师公长生不老，寿与天齐，最主要的是医术高深，医德高尚，那可是人人称赞的老神仙。这传的有些太夸张了吧？哪里夸张了，纯纯的写实，你理解不了也是应该的。毕竟这老头跟老头之间的差距啊，还是很大的。臭丫头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学会自己明辨是非，不要人云亦云。实际上啊，我不听，反正谁都不能污蔑我师公。你是谁家的孩子？据我所知，那鬼手医圣可是收了不少弟子的。修国侯府穆家。你是陆家姑娘的孩子？啊，我母亲出身陆家，后来嫁到了修国公府，如今变成侯府了。小丫头，我可是认识你师公的，跟他同一个辈分，你也喊我一声师公听听。不要。小丫头，你喊一声师公，师公给你准备见面礼。什么见面礼啊？我看你在制毒方面格外的有天赋，我手里有你师公的一本毒药大全，送给你如何？不要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有银子吗？没有的话金子也行，或者翡翠宝石一类的，我也不挑。我要是有，我还来忽悠你啊？没有。臭老头，我的人参拿出来，我还要继续炖汤呢。就你那厨艺，制毒还差不多，还是别炖汤。老头子我会做饭，你喊我一声师公，我做饭给你吃，好不好啊？那也行。师公。好，好，好，乖丫头啊，师公这就给你做汤喝。师公来的时候，在林子里发现了不少干蘑菇，这大冷的天儿啊，再没有比喝一碗蘑菇汤更养人的了。师公我都叫了，还不知道老头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名字这东西我可是好久没用过了，告诉你也无妨，我姓伊，名胜。医圣？医圣，没错，我可没瞎编，说的全都是实话。你这小丫头，呵呵，以后就知道了。医圣师公，你确定那个大红色的蘑菇能吃吗？怎么不能呢？这个大红菇味道格外的鲜美，老头子都吃了一路了，亲自试验过的，你放心好了。啊，师公啊，你确定这蘑菇汤没有问题？好了，里面放了解毒丹，现在放心大胆的喝吧，就算有毒也是边喝边解，问题不大的。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线索？除了这条发懒的烤鱼，旁边还有一只吃了烤鱼被毒死的狐狸，以及吃了狐狸被毒死的狼，还有吃了狼被毒死的老虎。立刻沿着河流朝上下游寻找，一定要找到王妃。云兰，云兰，喂，你到底要不要把我摘回家呀？云兰，你没事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，都怪我不好，太过自信，没有想过那妇里竟敢用火药炸船，是我没保护好你，以后不会了，绝对不会了。喂，你不要事帅行凶，把一颗蘑菇拔起来勒死，是很不人道的。云兰，你怎么了？初次见面，自我介绍一下，
我姓宝名贝，你可以叫我宝贝。云兰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啊？难道我们之前见过？不可能啊！你长成这样还被我看到，我没有理由会放过你才对啊！臭丫头，你能不能有点见识啊？真是丢我们蘑菇的脸！哎呦，这长得的确是好看啊，跟你还挺般配。你是何人？我当然是你怀里那颗蘑菇的师公了。云兰，你把我摘起来，从此以后我可是你的菇了。你要好好的养着我，把我养得开心了，我就把洗澡水给你喝。洗澡水？对我们蘑菇来说，那就是洗澡水；对你们人来说，那是上等的蘑菇汤。你喝一口啊，肯定就会喜欢的。上等的蘑菇汤，你还嫌弃上了？这样的话，我们私底下说。为什么要私底下说呀？你是不是嫌弃我？你肯定是觉得我这样一颗平平无奇的蘑菇，实在是配不上你这样的帅哥。我没有。你就有。哎呦，臭丫头，你看上的男人嫌弃你喽，他肯定是不想要你。蘑菇的一片真心，终究是错付了。没有嫌弃。快点给我浇点水啊，我要干了。浇水？对啊，快点。我们蘑菇比较喜欢潮湿的环境。这里水不干净，我带你先回去。通知暗卫回撤，王妃找到了。啊？王妃是谁？你除了我还养了别的蘑菇？没有。那你跟我解释一下，王妃是谁？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你。你少胡说八道！我明明是你的宝贝。我问你，我和那个王妃同时掉河里，你先救谁？先救你。这还差不多。臭丫头看上的男人，哼哼，有腿了不起，腿长了不起啊，走得快了不起呗。背着那位老爷子。你是不是要谋杀本菇，好给你那个王妃腾位置？怎么会？那我土里长着的一颗蘑菇，你给我带到船上来做什么？看来王妃伤得不轻啊，府里那个混账真不是东西，他谋害当朝皇子皇子妃，这是犯上作乱，大逆不道啊！我要立刻写奏折，好好的在皇上面前参奏他。那我去帮大人研墨。韩王殿下，王妃是不是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啊？蘑菇汤颜色为鲜红色，上面还带着白色小点。除了蘑菇汤呢？别的嘛，本王就不知道了。可是王妃的身体有什么不妥吗？殿下放心，王妃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碍，脉象平稳，只是心率有些过快了，还有些温补过头，不过影响不大。可王妃似乎认为她是朵蘑菇，这应该是吃蘑菇中毒了。不过王妃的身体并未受到毒素的影响，只是陷入了幻觉之中。等蘑菇的效用退去，就能恢复如常了。不用开药。不用开药，王爷只需要顺着王妃一些，不要违背了她的心意，不然有可能等王妃醒来，对她的性格产生影响。这种症状会持续多久啊？短则2、3天，长的话应该会有4、5天。有劳。云兰，我早就想问你了，云兰是谁？我给你取的名字你喜欢吗？难道我不配拥有自己的姓名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叫我的名字啊？你的名字。渣男，你竟然连我的名字都记不住。宝贝。这还差不多。你都不会养蘑菇吗？光是给我浇水是不够的，你还得帮我洗个澡。我可是爱干净的蘑菇，现在都变得臭烘烘的了。洗澡？洗澡你不会吗？你连洗澡都不会，那你怎么养我呀？让我当臭蘑菇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可我看上的饲主是个不会给蘑菇洗澡的，他这么笨，会不会养着养着把我养死了？那我岂不是英年早逝，可怜了我一条菇命啊！我怎么……我会。你没有说谎。自然是没说谎，只是我怕你清醒之后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给我洗澡了，搞快点，我要馊了。我现在虽然能开口说话，但是道行还不到家呢。等我再修炼修炼，多吸收一些日月精华，就可以像你们人一样用自己的腿走路了。不能走路也没关系，我也可以一直这样抱着你。真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，你真好。王爷和王妃来得正好，刚刚护卫们进山打猎，捕捉到了不少的野鸡，这可是难得的美味。这会儿应该快要做好了。王妃，上等的蘑菇炖鸡马上就好了。楚寒晓，锅里是什么？我问你，锅里炖的究竟是什么？你二舅。楚寒晓。云兰，那就是寻常的蘑菇，
跟你完全不一样。这话不对啊！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普通蘑菇怎么了？普通蘑菇吃你家大米了？我们蘑菇精还不是从普通蘑菇修炼来的？就是，楚寒香你太过分了！今天晚上不用你暖床了，你自己到别的营帐去睡吧。哎，云兰，听我解释。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事实。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傻子才信。就是，你是把我当傻子吗？自然不是，你听我说。你让听就听啊！那我们蘑菇精不要面子的嘛！这丫头，身为一个过来人，师公可要好好劝你，男人不能惯着。他今天敢打马球，明天就敢打你；今天敢呼吸，明天就敢呼你，太恐怖了！哼，渣男！师公，不知晚辈有何事惹您不开心了，还请师公明示。韩王殿下，我不过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糟老头子，可当不得你一句师公啊！我与云兰为结发夫妻，您是云兰的师公，自然就是晚辈的师公。我和云兰对您孝敬之心是一样的。我这个老头子随心所欲惯了，当初收了陆家的那丫头，只甩给了他几本医书，却没有好生教导，实在是心中有愧呀。如今见到云兰这小丫头，倒是觉得她格外的合乎心意。我与她虽无教导传承之情，可到底占了个师公的名分。这小丫头若是被人欺负了，我可不会置之不理的。师公放心，云兰乃是我的妻子，是我深爱之人，我绝不会欺负她，更不会惹其不开心。好话谁都会说，可真正能够落到实处的却没几个。说到做到自然最好，说到做不到，老头子倒也有不少办法，让你不得不去履行承诺。请师公放心，也欢迎师公一直监督。云兰那小丫头气得可不轻，你准备怎么哄她？二舅被炖了，我去找大舅吧。宝贝，不生气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没有照顾好二舅，让二舅发生了如此不幸的事。宝贝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谁也不想的。可是二舅已经遇难，我们更应该好好生活，不让二舅在九泉之下为我们担忧挂心才是。而且你瞧，我把谁带来了？你瞧，是大舅。天黑了，这林子里光线更暗，也许我看错了，这不是大舅，是三舅，或者是大表兄。韩萧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把蘑菇当成亲戚了？云兰，啊，怎么了？你恢复了？恢复什么呀？哎呀，我怎么感觉脑袋有些昏昏沉沉的？我落入水中之后，不是在一片林子里吗？你什么时候找到我的？云兰，啊，怎么了？对不起。有什么好道歉的？暗中做坏事的是副丞相，与你又没有关系啊。可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落水，经历了危险。你是傻子吗？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。谁也没想到副丞相会用黑火药炸船，而且最终的结果是副丞相难以翻身，而我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，还因此找到了师公，结局是好的，不是吗？你呀，不要总是患得患失。我信任你，我也希望你能信任我。我希望能够和你并肩，而不是生活在你的羽翼庇佑之下。云兰，宝贝，儿臣参见父皇，身体不适，一时之间竟睡过了时辰，差点耽误了正事，请父皇责罚。百官入朝议政，朕也在此等候。你这个太子去姗姗来迟，别管是因为什么原因，都已经犯了失仪之罪。不过念在你身体不适，情有可原。等此次议政结束，罚你去崇英殿跪拜祖宗牌位1个时辰，好好的静思己故。是，儿臣领罚。刑部尚书，开始回禀报。是，皇上，微臣奉命前往南陵，找到了南陵本地的老河工一人，他提供线索，查实无极堂的药材船曾经中途检修。顺着这条线索，微臣查到银砖就是在检修的途中被人暗中塞入的，因此可以证明韩王妃和无极堂清清白白，根本不知道银砖的事情，反倒是有人存心陷害。刑部尚书掌管刑部多年，应该知道案子该怎么查。一个老河工，没有其余人证，怎么能确定此人说的是真的呢？说不准，这人就是韩王府收买安排，故意给自己脱罪的呢。回禀皇上，太子，为了查实这名老河工所说的真假，臣带着他沿途调查，在徐州郊区查到了制造银砖的作坊，并且抓捕工匠23人。他们对制造银砖、且将其送入无极堂药材船的事情供认不讳，
还承认是盐商季家故意陷害韩王、韩王妃。这些工匠微臣分开审问调查，获取的供词没有太大的出入。橘州盐商季王也对栽赃的事情供认不讳，可以确定为真。太子殿下不会认为这多人一并都是被韩王府收买的吧？有什么不可能的呢？人人都知道韩王和韩王妃被父皇禁足，可最后2个人竟然去了江南。姑现在真不知道什么能信，什么不能信。20万两银子来历不明，又是从江南运入了京城，必定是和江南的盐政有所牵扯。江南盐税历来贪腐横生，如今这忽然冒出了20万两银子，必定牵扯重大。朕自然是要派人前往调查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才在明面上禁足了韩王与韩王妃，让他们暗中行事。皇上深谋远虑，实在是英明。是，父皇的确是英明，只是不知道4弟和4弟妹调查出什么来了。儿臣的确查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泼天巨案。父皇，这桩案子牵扯巨大，要从素心阁着火那日说起来。那你就从头开始说。是，素心阁大火烧毁了江南戏班搭建的在灵河之上的楼船，儿臣在楼船之上救了1个人。罪人薛玉京拜见皇上。薛玉京当时藏匿在了一口小箱子里，命在旦夕，是王妃妙手回春把他救了回来。询问之下，方才得知他出身自江南，乃是3年前因为严正贪腐被满门抄斩的薛家唯一的后人。3年前的薛家，我想起来了，薛家乃是盐商，当时江南爆发出盐税贪腐一案，正是这个薛家为了隐藏证据，买凶刺杀朝廷命官，最后被皇上下令满门抄斩。没错，前一任户部尚书李大人就死于那场刺杀之中。回禀皇上，3年前江南盐运使杜怀年贪污受贿，高价贩卖盐引，谋取暴利，压榨盐商，让他们不断提高盐价。我父亲不忍心看百姓吃不起盐，更不愿意向杜怀年献媚贿赂，联合了一部分盐商，想要向朝廷举告杜怀年的恶行，却不想被杜怀年得知。为了活命，杜怀年买通了朝廷派遣到江南调查盐税贪污的官员，将所有的罪名全部罗织到了薛家以及那些正义的盐商的身上。当时前往江南调查的主责官员便是前任户部尚书李大人。李大人明察秋毫，察觉到杜怀年的罪行，并且还找到了切实的证人。杜怀年胆大包天，为了活命，联合着那名被买通的官员，在李大人回京的途中设下埋伏，将李大人和那些证人全部击杀。只剩下被买通的官员带着虚假的证据回到了京城。皇上当时雷霆大怒，相信了那份虚假的证据，将薛家以及其他的良心盐商们满门抄斩，还提拔重用了杜怀年以及被买通的官员。放肆！侥幸逃脱的罪人血脉，竟然敢在大殿之上公然指责皇上！皇上，罪人所言一字一句皆属实，绝无半句虚言，罪人愿意用性命担保。你本就是罪人，性命一文不值。父皇，儿臣和王妃奉命前往江南调查盐税贪墨一案，抓捕了大小官员32人，抓捕了盐商69人，搜查出来大量的证据，获得了大量的供词。那些官员和盐商为了减轻自己罪责，吐露出不少东西，其中就有着3年前的薛家案子。薛玉清所言的确是事实。老三，这让你前往江南，是为了调查盐政贪腐。你查3年前的薛家案做什么呀？回禀父皇，此次盐政贪腐的根源还是3年前种下的祸端。3年前，愿意为百姓发声的清廉官员被杀害，不愿同流合污、抬高盐价的义商被屠满门，以至于剩余这些官员颠倒是非黑白，成功的窃居要位。3年时间，把整个江南变得乌烟瘴气，阶级敛财无数。儿臣既然奉命前去查案，自然是要从根源上把其查个清清楚楚。你敢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这桩案子旧事重提，想来必定已经是把全部的证据查得一清二楚了。是，那你希望朕怎么做啊？父皇，既然案子已经查错了，那么就应该为无辜蒙冤者平反。儿臣提议，3年前的案子需要重审重判，让颠倒黑白者受到惩处，为无辜被害者沉冤昭雪。3年前的案子不仅冤杀了无数的忠臣义商，还导致这3年来江南盐税贪腐越发严重，百姓民不聊生。儿臣以为父皇也是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，给江南百姓一个交代。韩王，你太放肆了！即便3年前的案子有冤情，那也是杜怀年等人颠倒是非黑白，皇上同样被蒙蔽其中，
你准备怎么让皇上负责？难不成要下罪己诏，昭告天下，说自己冤杀了几百人？有何不可？父皇，儿媳赞同王爷的提议。臣也赞同韩王殿下的提议。哈哈哈！好，看来朝堂之上，不全都只是知道附和、谄媚的酒囊饭袋之辈，还有敢于仗义直言、为百姓主持公道的直臣、连官。怎么，真没有直接把你们拖出去砍了，就让诸位这般的惊讶？微臣不敢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朕管理整个大周朝，处理的政务多如繁星，自然不可能办到每件事都明察秋毫。朕也是人，同样的会犯错。既然犯了错，就应该为此负责。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这句话不光只是说说罢了。皇上圣明，有此明君，大周朝何愁不兴盛啊？皇上圣明，圣明啊！父皇圣明。不必如此，你刚才说了，3年前那一桩案子，除了杜怀年这个罪魁祸首，还有这被贿赂的官员。那名官员是谁呀？是你自己站出来认罪，还是本王亲自的把你拎出来？臣何琼，不对，你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跟在李大人身边的小官了，现在应该称呼你一句户部尚书何大人。你当时在户部任职，李大人对你有提携知遇之恩，一路为你保驾护航，得知你家境贫寒，还自己出银两帮你安置家人，只为你能专心为朝廷办事。可你是如何回报李大人的？你贪图钱财，忘恩负义，联合着盐运使杜怀年刺杀李大人，在李大人遇难之后，将李大人费尽心血查到的证据尽数销毁，拿着伪证蒙骗皇上，还借着这桩案子的功劳青云直上，顶替了李大人的位置。你该死！不是，皇上，臣冤枉啊！父皇，抓捕两淮盐运使杜怀年之后，儿臣下令抄家，在他28处园子里分批找到不少证据，其中就有3年前何琼与杜怀年之间这往来信件。混账！太子殿下，救下官！殿下，您救下官呐！太子，你有何话说？回禀父皇，何琼勾结杜怀年，谋害前任户部尚书李大人，制造了江南重大的冤假错案，还连累父皇的名声受到了影响，理应将其凌迟处死。老三，你以为呢？父皇，儿臣以为单凭一个杜怀年和何琼，没有这胆子敢直接刺杀2品朝廷大员。三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怀疑何琼和杜怀年之所以有这么大胆子，直接是对前任户部尚书动手，是受了更上层官员亦或者皇室中人的指派。更上层的官员还能有谁？当然是副丞相了。不错，我说的正是副丞相。还有这皇室中人，太子有什么猜测人选吗？三弟怀疑的该不会是姑吧？是。放肆！韩王殿下，你实在是太过分了！太子殿下乃是一国储君，你在朝堂之上，皇上面前公然质疑，乃是犯了不幸之罪。父皇都能坦然地承认错误，太子却容不得质疑。你们一个个的高居庙堂之上，拿着俸禄向着荣华，出了事情不问证据不查根由，就只会跳出来讲祖宗礼法。住口！韩王妃，你一介女流，应该做的是在后院相夫教子，朝堂大事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不错，不过就是开办了2家医馆，利用手段博得了一些好名声，就敢在朝堂之上大放厥词了。闭嘴！韩王妃为百姓所做的贡献，连皇上都赞不绝口，你们凭什么空口白牙的指责？韩王妃乃是韩王殿下正妻，你们一口一个规矩礼仪，上下尊卑，怎么现在却出言不敬，以下犯上？先帝曾经立下规矩，后宫不得干政，皇宫的皇妃尚且如此，韩王妃凭什么高人一等？没错，难不成韩王自认比皇上厉害？韩王妃比后宫诸位嫔妃高贵？一名女子公然在朝堂之上指责朝廷重臣，这难道不算是坏了礼法吗？说我娘亲，跟你一脚！周大乖乖啊，小脚疼不疼啊？那些官员脸皮厚，别给你的小脚震疼了。你看你的官服，你是4品官，不错。妹妹，踹他！我是皇爷爷亲封的小郡王，妹妹是郡主。我们不仅品阶比你高，还是皇孙，是主子。按照规矩和礼法，雷霆雨露皆是君恩。你现在应该爬起来，跪在地上，感谢我妹妹赐脚。
外官，你要对我的脚脚说谢谢哦。小郡王、小郡主，即便你们身份尊贵，也不能如此的不讲道理。皇爷爷，你快看，这个坏官被妹妹踹好了，他知道要讲道理，而不是只讲身份了。八宝、周周，到皇爷爷这儿来。皇爷爷，八宝和妹妹听到有人辱骂爹爹和娘亲，我们心中太过愤怒，一时没有忍住，所以就冲进了大殿。妹妹年纪小，八宝身为兄长，愿意替妹妹受罚，请皇爷爷责罚八宝。八宝、周周何错之有啊？来，大乖乖们啊，递上粮，坐到皇爷爷的身边来。满嘴礼仪规矩，却不用于正途，只知道胡搅蛮缠，亏你还是个四品官。扒了官袍，脱下去，杖责30，赶出宫去，永不录用。皇上饶命啊！微臣知错，微臣知错了。太子殿下，殿下，救下官！一众官员竟是还不如俩孩子懂事。朕刚才说过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你们以为只是说说而已啊？朕养了你们，不是让你们给朕讲规矩礼法的，是让你们为朕分忧，为百姓解难的。谁要是再胡搅蛮缠，统统的扒了官服，给朕滚出去！你怀疑副丞相，可是有证据啊？父皇，儿臣和王妃在江南调查，抓获了盐商审问之后，得知了这3年，盐商们这每年都会给副丞相送上大笔的银两。副丞相见事情败落，竟是伙同盐商，意图故技重施，像3年前刺杀李大人一样，把我们杀人灭口。副丞相更是丧心病狂，让人用黑火药炸船，导致了王妃落水，失踪6日。还好是王妃福缘深厚，最终没有大碍。皇上，副丞相连同盐商炸船刺杀，臣乃是亲身参与者，可以为韩王殿下作证。罪人也可作证。这桩案子牵扯重大，由韩王主审，刑部配合，所有的案情必须查得清晰明了。是，父皇。好了，今天先到这儿吧，退朝吧。父皇，盐商们提供的证据当中牵扯到太子，儿臣以为……父皇，三弟，江南一行辛苦你和三弟妹了，可惜了，让你们活着回来了。娘亲，周周好想你哦。周母说，如果小娘亲就可以去喂小金鱼，现在小金鱼被喂成小金猪鱼了。八宝小娘亲就去练字，八宝写了好多。以后娘亲再出远门，一定带着你们，好不好？知道你们要回来，两个小家伙昨天怎么都不肯睡觉，在床上跳来跳去的，闹腾得很晚。现在这是困了，偏殿一直让人打理着，被子一类的都是刚晒过、熏过香的。你快去陪着两个孩子睡一觉。母妃，这样有些不妥当吧？这有什么不妥当的？皇上就是不知道体谅人。你们赶路回来多辛苦，一来就将你们宣入宫中绘画。这会没什么事情了，还不能让你睡吗？你放心大胆去休息，谁敢嚼舌根，本宫拿鞭子抽他。云兰啊，你去吧，正好朕有些事情要和韩萧说一说。是，父皇。不错，那些蛀虫吃的是脑满肥肠，是该好好的惩治。副丞相之前伪装的忠正不二，还以为是个踏实的，如今才知道他连皇子和皇子妃都敢刺杀，这世上还有什么事他不敢做的？府里的心大了，韩萧，朕已经是将人交给你来审问，你好好的审审吧。父皇，您让儿臣怎么审啊？府里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那太子呢？老三呢？老三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性子太直，若是没有云兰，不知要吃多少亏。太子朕会处置，可是不能按照你的意思，直接公布他插手江南，为了银子害了那么多官员、盐商和百姓，朕有朕难处。父皇都愿承认错误，太子不行吗？太子不仅仅是一个人，更重要的是一层身份。朕需要考虑的事情着实是太多了。韩萧，若有朝这么一日，你坐上了朕的位置，你就明白了。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清官有清官的用法，贪官有贪官的好处。为君者，就是要从中找一个平衡，让两者皆为朕所用。你啊，在军中磨砺太久了，朝廷中的事务还需要再学。不过你有个好王妃，有云兰在，朕对你还是放心的。父皇，许是儿臣想法太过简单了。无妨，你的性子呀，自有你的好处。对了，你刚才说查获了不少银两，有多少啊？回父皇，9100万两。9100万两，这只是银子，还有很多产业没有清算完毕。你确定现在已经查抄出来了9100万两银子了？
好像的确是有些出入。啊，真就说嘛，肯定是把数目记差了，怎么可能是有着那么……乌鸡堂那边不是还查出来20万两银砖吗？还没往里算呢，所以现在应该一共是9120万两。真的有这么多？数目上的确是没错，这次多亏云兰了。父皇也知道，让儿臣领兵打仗、动手杀人都没什么问题，可论起来盐水商业，儿臣就是有些捉襟见肘了。不过好在有着云兰，他对这方面极为敏锐，原本只超出来几百万两银子，他看过了账册之后，发现是有问题，顺着往里查，这才发现了那些个盐商除了购买官府的盐引之外，竟是还贩卖私盐，谋取暴利，甚至私盐占了大头。之后清理了那些盐商的各处产业，把他们藏匿起的银两全部都挖了出来，还有这一部分银子是售卖食盐所得的。说起这个，儿臣还要请罪。请罪？请什么罪啊？为了平抑盐价，儿臣和云兰把盐商们囤积在库房的食盐全部拿出来低价卖了，这些个银两当中也有着几百万两，售卖那些个食盐所得的。啊，朕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？你和云兰没有做错，那些被囤积起的食盐本就该是卖给百姓的，自然不能够定价太高啊，不然百姓该如何负担得起啊？果然呢，这凡事都经不起比对。如今这么一想，朕以前原来就是个穷人，这么多银两，朕应该可以修缮下皇宫了吧？这皇宫上一次修缮还是6年前，如今这很多地方都已经是掉漆掉色，还有些宫殿会漏雨。以前国库空虚，想干什么都舍不得，如今这有银子了，朕呢也稍微的奢侈一把。父皇，你也可以扣下来一些，放到私库当中。你一直不断的赏赐八宝和周周，自己私库里怕是也没剩什么好东西了吧？这不大好吧？您给我1000两做封口费，儿臣当做什么都不知道。1000两？你可是堂堂的大周朝亲王啊，怎么好说出口的？600两，不能更多了啊！900两，你不要得寸进尺了。700两，朕最后的底线。800两，少一文都没得说。成交，这么多银两收敛起来，江南那边不会受什么影响啊？影响肯定会有的，不过清除了这么多蛀虫，整体来说对江南的是还是好的，而且啊，想降低影响也不是没办法。你有什么主意啊？父皇，根据儿臣现在掌握的证据，3年前的薛家的确是冤枉的，如今要把这案子重审重判，自然该是为薛家平反。那么之前查抄着的薛家财产也应该是归还，归还倒是情理之中。朕在金殿上见过那薛玉京经历大难，却神色清明，说话间有条不紊，而且性格沉稳镇定啊，倒是位可用之才。父皇慧眼如炬，看人是比儿臣准多了。您觉得他可以用，那么儿臣对接下来计划就更是有信心了。你有什么计划说给朕听听，若是有什么疏漏之处，朕也可以帮你补全。江南这些官员自然重新的任命，盐商也是要重新的选拔。儿臣想着把薛玉京重新放回江南，他经历过这么多，对官场的腐败恨之入骨，必定可以秉持本心，好好的为朝廷办事，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。薛家人被杀了，即便这案子可以平反，人也是回不来的，只剩了这么一根独苗，朝廷自然的要厚待于他。到时候封薛家为皇商，也算多少做了些补偿。父皇英明，云兰和儿臣说过，盐政贪腐严重，重点还是盐商制作不易，从而导致了盐价经常有之波动，让商人有利可图。儿臣想着新的制盐方法推广出去，加大食盐的产量，同时朝廷开办一些盐场，专门是用来平衡市场，让食盐薄利多销，其中呢没什么油水可捞，自然就不会有着太大贪腐了。这一想法不错，既然你有了主意，那么这件事情就由你来办。韩晓，有件事情朕想问你。父皇，请讲。你对于太子之位有什么想法吗？一国储君的位置极为重要，之前太子对儿臣百般刁难，儿臣也曾想过取而代之，不过现在倒是对这个位置没什么想法了。没什么想法了？父皇也知道，儿臣亏欠云兰和2个孩子。云兰性情豁达，心中自成天地，还有出神入化的艺术，儿臣能娶她为妻，着实是3生有幸。若儿臣成了太子，就要为大周朝考虑，还要处理各种政务，哪里还有时间好好陪他跟孩子们呢？所以儿臣就不想，还是当韩王好。儿臣还想着，若是边境那边有动静，就带着孩子和云兰们再去戍边，看一看边塞景色。你闭嘴吧你啊！那八宝和周周都是朕的大乖孙和大乖孙女，你想去戍边一个人去啊？甭带着孙子儿媳妇和孙子孙女受苦。父皇，儿臣的媳妇跟孩子当然是要与儿臣一起的，那就勉强让云兰跟着一起，八宝和周周肯定的是要跟在朕的身旁的。父皇，您这就是有些不讲道理了。
朕是皇帝，朕的话就是道理。您之前还说了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如今怎么就开始胡搅蛮缠了？在金殿上那边说的是国事，如今在瑶华宫这是家事，国事与家事怎么能混为一谈呢？行了行了，都别吵了。云兰和2个大乖乖都跟在本宫身边好了。太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父皇别过来，有人要害儿臣，儿臣不能连累父皇。父皇，儿臣的胸口好痛啊！有人在用针扎儿臣，好粗好长的针啊！韩王妃来了吗？儿媳参见。玉兰，你来了，快来帮着太子瞧瞧。是。不，别过来，都别过来！太子，父皇，太子忧思过度，又长时间经济不安，再加上风寒入体，导致痰气上涌，迷了心窍，所以有些癫狂了。玉兰，那这喘不过气来，又是何种症状？可能够缓解？皇上，奴才斗胆回话。这些时日，太子时常如此的经济不安，就连夜里都不能安寐，还时常梦魇，经常说胡话，总是说有人在用绳索勒他的脖子，还说用长针刺他的头顶和胸口，所以太子殿下才不许太医们近身。实在是这些日子太过于折磨了，生怕有人靠近，就是在害他。殿下之所以会感染风寒，就是因为夜半睡不着，在小佛堂中祈福静心。为什么不早些派人来告诉朕？太子殿下说，皇上因为江南的事情过于烦忧，不想再因为自己让皇上再添忧虑了。混账！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啊！奴才也想说，可奴才看见太子殿下的症状，实在是不敢，因为殿下这不像是病了，完全像是知道什么就说什么，在皇上面前吞吞吐吐像什么样子？太子殿下像是被人用了厌胜之术给咒住了。放肆！回禀皇上，奴才便是有1万个胆子，也不敢撒谎啊。太子殿下时常梦魇，而且做的还都是同样的梦，每次醒来身体都要比之前虚弱一些。殿下，事到如今了，您不要再隐瞒皇上了。小小内侍也敢在此妖言惑众？来人，把他拖下去仔细审问。贵妃娘娘，他是我身边最信任的内侍了，从小伺候着我长大的，还请贵妃娘娘饶过他的性命。太子，在朕的面前，你如实回答，那名内侍刚才所说可是真的？是，这些时儿臣一直都会反复的一个梦境，梦境中有许多的棍子朝着儿臣打来，还有许多长针直直的刺入儿臣的胸口，像是要把儿臣整个给刺穿了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父皇还关心儿臣的死活吗？这是什么话？父皇怎么会不关心你的死活？父皇，也许这就是儿臣该受的。你说什么？父皇，江南的事情儿臣是真的不知道，副丞相告诉儿臣，江南的官员想要孝敬我，联合起来送了20万两银子做年礼。你身为一国储君，整个大周朝都是你的，要那些个身外之物能做什么呀？儿臣一时糊涂了，殿下，事到如今，您就都说了吧。莫非还另有隐情？你来说，胆敢是有一句虚言，朕活剥了你。回禀皇上，殿下本是不想要那些银子的，可是今年的年宴，皇上过得很是不开心，太子殿下便想着要哄您高兴，所以想要用黄金给皇上塑一个金身，因此手头上的银钱便有些紧了。恰好副丞相说到这20万两银子，副丞相说江南的官员也只是想要巴结讨好一下，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，殿下这才收下了。塑金身？是，皇上若是不信，可以派人到广度寺调查，那金身如今塑了一半了。父皇，不管因为什么缘故，都是儿臣犯错在先，儿臣愿意接受惩罚。你为什么之前不说啊？儿臣刚开始是想说的，可是后来听说了3年前薛家的案子有冤情，便知道这桩案子必将会震动天下。如果让百姓知道儿臣收下了那20万两银子是为了给父皇塑金身，那父皇的声望必定会受到更多的影响，都是儿臣的不好，是儿臣一时糊涂，太过于急功近利，想讨父皇欢心。你糊涂呀你！父皇教训的是，儿子的确是糊涂，不过父皇放心，儿子以后不会再惹您生气了。江南闹出那么大的事情，诸多百姓受到牵连，儿臣愿意承担责任。您把儿臣给废了吧。胡闹！身为太子，怎可随意废立啊？儿臣的心脏好疼啊！
那朕又在扎儿臣了。父皇，儿臣怕是不能继续给您尽孝了。儿臣抄写了许多的孝经，都供奉在了孝佛堂中。韩萧，儿臣在，你立刻带人搜查整个皇宫，若当真是有人敢用这验圣之术诅咒太子，绝地3尺也要找出来。是。皇上，要搜查整个皇宫的话，难免要惊动太后娘娘以及后宫的妃嫔，可需要让人提前知会一声。不必，若提前知会，难免是让暗中使坏之人有所察觉。搜查后宫的时候，你派遣嬷嬷和宫女协同，以免冲撞了太后和宫妃。臣妾的瑶华宫也在后宫范围，且宫内没有其他妃嫔安置，就先搜查一下臣妾的宫殿吧。如此也好让太子以及后宫的诸嫔妃幸福。好，你那里也让人找找，看仔细些。皇帝，你听哀家解释，哀家不知道这布偶是怎么回事，肯定是底下的宫人心存怨怼，故意用这样肮脏的手段来陷害哀家。那太后倒是说说，你历来标榜自己性情慈和，为什么会引得宫人心存怨怼啊？哀家头风之症越发严重，发作起来难免性情暴躁，一时控制不住脾气，便惩罚了那些宫人几下。谁知道这些贱皮子碰高踩低，以为哀家被关在这慈安宫不可能再出去了，竟对哀家满口怨言。因为心存怨怼，就要拉着自己的九族一同的下黄泉，这样的栽赃手段，朕还真是闻所未闻呢。哎呀，哀家的头好痛啊！皇帝，快让人宣太医！德贵妃，看到哀家如此难受而无动于衷，这就是你身为后宫表率的孝道吗？牵扯到验圣之术，自然应该先调查清楚再说别的。而且您的头风之症也不是1天2天了，动不动就发作，太医根本治不了，宣过来有什么用？你好，既然不愿意宣太医，那就让慕云兰给哀家治。他不是一直说自己医术好，整个大周朝无人能及吗？想来帮哀家根除这头风之症，应该也不是难事。太后，我家云兰是能治病，不是脑子有病。你不待见本宫和韩萧，宫内上上下下谁不知道？对他，你平日里更是百般嫌弃。哼，这会儿有病的时候想起来找他治了，这若是治好了，换不来您一个夸奖；若是治不好，您恐怕又要借机发作给他治罪了吧？那个布偶便是从太后的寝宫的床下找出来的。别说，这针脚还真是粗糙。这是上面写着的可是太子的生辰八字？不是太子的，是皇上您的。朕，太后，你说布偶的出现是宫人诬陷，那么这生辰八字呢？在这后宫之中，知晓朕准确的生辰八字的人并不多。太后，你算是一个。哎呦，哀家怎么知道？皇帝也看到了，德贵妃还没坐上皇后的宝座呢，就敢对哀家颐指气使，丝毫没有把我这个太后放在眼里。底下的人想要陷害，就更不必有所顾忌了。再者说，要临摹哀家的字迹也不算难，况且德贵妃也是知道皇上生辰八字的吧？太后说的不错，皇上的生辰八字，本宫的确是知道。皇帝，你就丝毫不怀疑德贵妃？她对哀家心存怨恨，也不是1天2天了。这会儿见哀家落难，她在旁边落井下石，完全有可能。住口！德贵妃是什么品性？朕了解比你清楚。哀家可是你的母后。你若是安心的守在慈安宫，朕本打算着好生的奉养你的，可奈何你一再挑衅朕的底线，那就别怪朕不顾及你的脸面了。太后不必再绞尽脑汁的胡扯了。不管德贵妃亦或者韩王府，朕的心中从未有过任何的怀疑。为什么？德贵妃她出身自西凉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住口！太后莫不是忘了，朕与德贵妃自幼相识，如果是后宫之中只有一人可信，那么朕相信的必定是德贵妃。这怎么可能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先帝总说老楚家只生儿子不生女儿，是因为儿子们命格太硬，直接吓得软乎乎的小女孩不敢往楚家来，因此请大师测算皇子们的命格，给不少人都更改了生辰八字，其中就包括朕。朕就一直沿用至今，这布条上所写着的，这个是假的。皇帝，
这就能证明厌胜之术和德贵妃没有关系吗？太后，你一会儿说这厌胜之术是宫女的诬陷，一会儿又明里暗里的把此事往本宫的身上推，前言不搭后语，足以证明你有多心虚。忘了告诉太后，本宫应该是唯一那个知道皇上真实生辰八字的人。如果本宫想要利用厌胜之术来害皇上的话，那么布条上的生辰就不会写个假的。一个小畜生，一个贱蹄子，都敢在哀家的慈安宫中大肆撒野，哀家过得还不算憋屈吗？哀家可是太后，太后呀，本应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后，这皇帝之位本应该是属于哀家的儿子。朕抢了你儿子的皇帝之位，这简直是朕登基以来听到过最好笑的笑话。笑话？你是觉得哀家的儿子不配吗？你的儿子身为皇子，却被你教养的只听你这个母亲的话，在父皇面前几近谄媚，分明是男儿，却只会撒娇耍痴，做尽了小女儿姿态，在我们这些兄弟面前却又极尽高傲，口口声声标榜自己乃是嫡皇子，却不知道别说是他了，就连你这个皇后，在我们眼中也不过是个笑话。你凭什么这样侮辱哀家的儿子？你应该庆幸他生在楚家，如果不是他与朕是手足血脉，朕早已把他处置了。10岁开始便学会了调戏宫女，12岁打死了宫人，期间还曾虐杀过文皇兄的爱宠。我们楚家人历来行事公正，光明磊落，唯有他完全就像是一只阴沟里的老鼠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在胡说八道！我的儿子英勇无敌，才不是你口中说的那个孬种。这些年因为太后你那个不成器的儿子，你折磨我就算了，你还变着法儿的折磨含笑。你这般不辨是非，度量狭小，教养出来的儿子又怎么可能成器？贱人，你的儿子就好吗？我家含笑战功赫赫，在战场上杀的敌军闻风丧胆，可是被称为大周战神的人物，他有什么不好的？哀家的儿子再不好，身边美女无数，你的儿子再好，还不是被自己的正妻厌恶？不知道太后从何处听来的消息，我这个当事人怎么不知道？在未出阁之前，的确听说过有关王爷的一些流言，说他性情冷漠，不近人情，而且嗜杀无度，是个嗜血的武夫。可真正见过王爷之后，我才知道他处事公正，果敢有主见。王爷身上的确沾染了不少人命，可却没有一滴血是无辜者的。王爷在边境击杀敌军，护卫大周朝的安宁，这才有了上京的花团锦簇，百姓安乐。我又怎么会对这样的大英雄心生厌恶？你胡说八道！当初你分明看上了那个宋清举，还一心想要和他私奔。哼，放着堂堂战神王爷不要，看上一个表面光鲜的草包。太后以为我的目光和你一样差，分不清好坏。你这样一个怪物，凭什么能够负起恩爱，子孙满堂？他不是，你是，你才是那个怪物，彻头彻尾的怪物。你想当太后是吧？那就好好的当吧，朕会让人把小福堂重新的建起来，以后你就住在里面，当着菩萨的面好好的反思一下这些年来你犯下的恶行。放心，朕不会让你死了，朕每日都会让人给你扔个馒头的。